我老公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上哭得撕心裂肺。我最好的朋友克洛伊慌得不行，赶紧冲过来解释：艾弗里，我发誓，我和你老公之间真的没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喝多了酒的我的丈夫迪恩，在婚礼接待大厅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手指着我，大声吼道：艾弗里，哈里森，我要离婚！在场的每一位宾客瞬间齐刷刷地看向克洛伊的新郎，新郎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仿佛在确认有没有长出一对想象中的绿角。怎么，你女朋友把你甩了？克洛伊的丈夫嘀咕道，一脸困惑。我当然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迪恩今天会情绪失控，在公共场合闹这么一出。他那个出轨对象，他口中的灵魂伴侣，此刻正在隔壁宴会厅举办婚礼。我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每一条我都看过。萨凡娜，迪恩，我明天要结婚了，你会来吗？萨凡娜，不，你还是别来了。我害怕见到你，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跟你私奔。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为了我离开他。萨凡娜，如果有来生，我保证会第一个找到你。你痛苦的时候，我会抱着你，告诉你我爱你。萨凡娜，我爱你，迪恩。然后他拉黑了他。迪恩依然疯狂地发着消息，明知他看不到。迪恩，宝贝，我也爱你。我爱你。我比爱任何人都更爱你。迪恩，但我欠他的，萨凡娜。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不可能有今天。我已经不爱他了，我对他只剩愧疚。迪恩，你能不能再等我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迪恩，如果我明天去大闹你的婚礼，你会跟我走吗？多么深沉，多么炽热的爱情，简直是可歌可泣的悲剧。我几乎要觉得自己是那个邪恶的西方女巫，是那个阻隔苦命鸳鸯的老妖婆了。在我最好朋友的婚宴上，迪恩彻底撕下了伪装，扯下了我们生活的遮羞布，要求离婚。既然他连体面都不要了，那我乐意奉陪。我们所有的共同朋友都同情地看着他，他们拍着他的肩膀，嘿，迪恩，你忍了艾弗里那么多年的公主脾气，跟他好好谈谈，让他改改。离婚太严重了，兄弟。克洛伊，总是扮演和事佬的他也站了出来，笑容僵硬。艾弗里做了什么？我让他给你道歉。迪恩，你是个大男人了，哭成这样，一定是被伤透心了。克洛伊的丈夫此刻确信自己的婚姻是安全的，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说真的，老兄，今天可是我结婚，给点面子，别在我大喜的日子毁了你自己的生活。只有彻底疯了的人才会在别人的婚礼上宣布离婚。克洛伊的家人没当场把他扔出去，已经是极有涵养了。但迪恩已经铁了心，必须今天离，我要跟你离婚。艾弗里，我受够你了，一想到要跟你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我就觉得恶心。他下手毫不留情，他显然不打算留任何退路。他要离婚，而且决心在离婚的同时，用他的污秽把我彻底抹黑。他以为我一无所知。克洛伊用胳膊肘碰了碰我，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怎么会气成这样？快去哄哄他，艾弗里。他看起来是认真的，连我最好的朋友都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催促我道歉，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我那难伺候的脾气终于把这位可怜的男人逼到了极限。我是个独生女，从小被宠大，是的，我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我知道，但这些年我一直在有意识地收敛脾气，特别是对迪恩。我记得我父亲曾告诫迪恩，我女儿脾气大，要求高，请你多担待。迪恩当时怎么回答的？艾弗里是完美的，脾气大点怎么了？他要是没一点毛病，我哪配得上他？而且我觉得艾弗里脾气很好。现在迪恩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我的脾气，我太强势，太专横，让他窒息。一旦不爱了，曾经让他们着迷的优点就都变成了致命的缺点。迪恩第一次提到离婚时，我完全懵了。
前一刻，我们还在清晨温柔的相拥，下一刻，他接了个电话，然后突然说：“艾弗里，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我坐起身，用羽绒被裹住自己，抬头看着他，谈什么？周末旅行。我订了州北部一家很漂亮的精品酒店，我还研究了最好的酒庄，是不是很棒？我安排的多周到，我等着预料中的夸奖。迪恩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我想离婚，和你在一起，我太累了。艾弗里，就算是夫妻，也该有界限。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有时候，我也想一个人过周末。我们没必要什么都绑在一起。你的脾气太差了，总是我在迁就你。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也有脾气，我也需要发泄，有时候也需要别人迁就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自我怀疑中度过。我原以为把自己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伴侣身上，他会开心，会感激。我爱他，我想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难道他不这么想吗？我咨询了网上每一个情感专家和婚姻治疗师。夫妻之间需要界限吗？答案出奇一致，需要。我开始上网学习情绪管理课程，研究婚姻科学，学习如何经营现代关系。迪恩说我不够体谅他，于是我开始收敛脾气，努力做一个支持他的伴侣。我会温柔地问他工作是否有压力，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希望他能对我敞开心扉，我准备好做他的知心人。但每一次他都回答工作上的事，你不懂。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而我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平和。我甚至还学会了做饭。按照专家们的建议，我相信抓住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为了挽救我们的关系，我立刻辞掉了那份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决心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和支持他的贤内助。有那么一段时间，迪恩似乎又变得热情了，我们的关系仿佛回到了从前。我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直到我在他出差洗漱包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只小小的祖母绿耳环，这引发了我们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我尖叫着质问他的行李里为什么会有女人的耳环。你要离婚是因为你出轨了，是不是？我歇斯底里。迪恩的声音比我更大，充满了愤怒的辩解，让他看起来像个受害者。我为了这个家累死累活，你就因为一只耳环说我出轨？艾弗里，你真恶心。他那理直气壮的怒火如此强烈，我满腔的怒火瞬间被冰冷的恐惧取代了。就在我面前，他给他的下属打了电话，萨凡娜，为什么我行李箱里会有耳环？你得立刻给我妻子解释清楚。萨凡娜是迪恩的助理，她在公司工作2年了。大家都知道萨凡娜有个帅气的未婚夫怀亚特，而且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怀亚特是迪恩一个重要客户公司的合伙人，因为有这层关系，迪恩出差经常带着萨凡娜，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什么。老板关照助理，尤其是助理还牵扯到客户关系网，这再正常不过了。萨凡娜和怀亚特当晚就过来了。天啊，我真是非常抱歉，艾弗里，萨凡娜急切地说，一副苦恼的样子，那是我的耳环。肯定是上次迪恩出差前，我帮他收拾行李时不小心掉的。造成这样的误会，我真是无地自容。怀亚特立刻附和，我未婚妻今天下午还在为丢了这只耳环懊恼。我立刻给他订了副新的。哈里森太太，订单确认邮件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看。订单日期确实是在我和迪恩吵架之前。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瞥了迪恩一眼，迪恩一把掀翻了咖啡桌，这太荒谬了。艾弗里，你该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他冲出了公寓，怀亚特赶紧追了出去。迪恩，伙计，慢点，别拿艾弗里撒气，是萨凡娜的错。我请你喝一杯，替他赔罪。我当时没看到萨凡娜眼中闪过的那丝得意的神情，我只觉得自己像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愚蠢木偶。我太尴尬了，我小声说，
向他道歉，我太敏感了。我几乎没注意到他声音里那丝不易察觉的嘲讽，当老婆的都这样，艾弗里。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丈夫身上，就开始胡思乱想。会担心也正常啦，他带着甜得发腻的微笑补充道，迪恩太优秀了。也许我当时确实听出了嘲弄，但心怀愧疚，我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那以后，证据不断出现。迪恩衬衫上的口红印，他外套上的长头发，遗落在他车里的唇膏、手链或项链。但我再也没有尖叫过。我害怕再次犯错，害怕再次造成误会。每一次，迪恩的表情都很平淡，甚至带着一丝厌倦。有个客户喝多了，艾弗里。他抱着我，非说我是他失散多年的哥哥。口红就是这么蹭上的。车里经常有同事和客户搭车，肯定是有人不小心落下的。我明天去公司问问。每一次，我都相信了他。但夜晚，我总会辗转反侧，寂静的时光里充满了猜疑和恐惧。我开始严重失眠，陷入了深度抑郁。我去看了心理医生，开始服药。直到最后，我在我们床垫下面找到了一条黑色蕾丝丁字裤。它藏得很巧妙，从白色棉质床垫边缘露出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角。这一次，我没有尖叫，没有爆发。即使是个白痴也明白了，他出轨了。而且这个女人是家里的常客。我等迪恩去洗澡，立刻拿起了他的手机。密码不再是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或者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试了3次，再错一次，手机就会锁住。我想起一件事，当初招萨凡娜时，迪恩曾犹豫，因为他的简历不够出色。他跟我商量过，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资料。我记得他的生日是平安夜。我当时还说过，平安夜出生的宝宝真有节日气氛。一个冰冷的念头闪过，我输入了萨凡娜的生日。解锁成功。那一刻，我无法呼吸，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腔。从那天起，每次迪恩洗澡，我就检查聊天记录。起初，我的心会揪紧，疼痛的双手发抖。渐渐的，我进入了一种冰冷、麻木的抽离状态。我开始一边漫不经心地吃着薯片，一边阅读他们冗长、戏剧性的对话。我用迪恩的账号，把他们所有的聊天记录都转发到我的手机，然后仔细地把他手机发件箱里的转发记录删除。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信息。迪恩连上厕所都要向他汇报。迪恩带薪拉屎。萨凡娜会立刻发回一个卡通鸭子上厕所，另一只鸭子给他加油的搞笑动图。烦人的可爱。萨凡娜，迪恩，如果我跟怀亚特分手，你会和艾弗里离婚吗？迪恩，当然会。我和他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1年前就向他提过离婚。他没同意，反而辞了工作，一心一意在家伺候我，还收敛了公主脾气。迪恩，我们是大学恋爱。当时追他的有钱人不少，可他选了我这个穷学生。他没要彩礼，还带了房产和钱结婚。我现在的工作也是靠他爸的关系。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萨凡娜，迪恩，你有没有想过，他那种公主脾气，才是那些有钱男人不愿意娶她的原因。他选你，是因为你是他的天花板。如果有别人能力比你强，更能容忍他，他还会看你一眼吗？迪恩沉默了。过了很久，他回复，我妈也这么说。他觉得艾弗里家选我是看中我稳妥，说富家子弟太骄纵，守不住家业。我看了萨凡娜进公司以来，他和迪恩的所有短信。迪恩没有删记录，自信的以为我永远不会看。我一度考虑过把整个聊天记录发给怀亚特，但我停手了。如果我现在揭发萨凡娜，事情会闹大，但怀亚特可能会原谅他。萨凡娜一直明里暗里讽刺我，说明怀亚特很可能知道些什么，并且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正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后来，萨凡娜给迪恩发消息，宝贝，我好像把我那条你最喜欢的丁字裤落在你那儿了。迪恩发了一串惊恐的表情，真的假的？别吓我。
迪恩发疯的找，没有啊，看看床垫下面，要是被你老婆发现就糟了吧。迪恩把整个床垫都掀了，还是没找到。可能我记错了，可能没丢。迪恩，宝贝，下次小心点。我偷看他们的短信已经快半年了，他们那出苦命鸳鸯的戏码演得如此投入，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现在，迪恩在我最好朋友的婚礼上提出离婚，显然是在宣告他的决心。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当所有人都冲过去劝他冷静，催促我道歉，挽救婚姻时，我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突兀的冷笑。